四婶，你愿不愿意同我一块儿走，单独过火泉？咱们还得带上鲍夏他们，免得被三夫人发卖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些啊？从前我总是下不定决心，要顾着花家的门楣，顾着祖父母亲，乖乖地长在笼子里。如今什么都没了，但只要我还是花家的孙女、女儿，他们就当我是不顶事不吭声的小丫头，连薄邻薄里的话都比我要谨些。不破不立，我不能再关注自己了。原来我们侄儿是觉得委屈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四婶，这人本来就是要自个儿长大，自个儿寻路，自个儿生老病死的。这旁人能同路的就同路，不能同路的就散了，何必非要拉拉扯扯的呢？你从来都比我想得多，想得明白，你说的都对。可方才三夫人有一句话，家里不是论理的地方。你才刚回来，不知道这一日家里都闹成什么样了。老夫人因着你的事儿，豁出脸去叫苏嬷嬷进城去托人。老夫人说，已经到这田地了，除了人再不剩什么。说是一屋子长辈，连个小孩子都保不住，就白活了。不能为了爷儿们把你一个小丫头给搭进去。你看看这会儿，你是不是就比爷儿们紧要多了？我再同你讲，苏嬷嬷带去疏通的钱，都是三嫂掏的，旁人也真是一文都没有了。三嫂卖了玉珠，又心疼又同自己怄气，夜里还偷偷掉眼泪，剩下一点钱都想拿来救你。他拿了多少钱，我都可以还给他。你个死心眼儿，这哪里是钱的事儿呀？我再同你讲，一早鲍夏回来报了信儿。大夫人你是知道的，两脚没沾过泥，出了门连南北都分不清，更没同生人说过话。我都没想到她真能摸到衙门去，吓得哆哆嗦嗦问你的去向，又一路哭着回来，脚都走肿了，说你从衙门出来就没了踪影。周叔站都站不起来，拄着棍子就要去寻你，大家伙都急坏了，上上下下都进城去寻你。家里只留下我照顾老夫人。他们都去了，那不然呢？你是自家人，难道丢下你不管？三嫂把丫鬟们都带走了，二嫂数年如一日，天不亮就压着脖里去读书。今日呀，连这功课都舍下了，晕头晕脑跟着去寻你。秦姨娘最好笑了，要去庙里问卜，病急乱投医，拜了个送子娘娘庙，被三嫂一顿数落。没有人告诉我这些。他们都是长辈，为小辈奔忙是应当的。若拿到你面前邀功，那多没脸面呀！三嫂那样的人，这辈子哪儿低过头呀？所以我只想叫你知道，你想的都没错。可一家人过日子，有时真没什么道理可言。他们都是内宅女眷，是没什么本事，但独个儿遇到事儿了，回过头来至少有人在家等着你，替你着过急。我知道了，四婶，你容我再想想。这哪来这么多被子？给你你就躺下，问这么多干嘛？我不要，拿走吧。别乱动！小小年纪就这么不听话，板子打在身上血淋淋的，就敢往稻草上睡，寒气入了肺腑，就别想好了。侄儿，就听你三婶的吧，这些日子行住坐卧你要注意些。我跟你二婶睡一起，挤一挤还暖。那玻璃呢？李哥可以同柏林一同睡，都这么大了，也该封床了。对，我俩挤着，一点都不冷。
直姐姐，你快趴下吧，你这伤我看着都疼，后天后些怎么睡得着？我跟姨娘一块睡，不冷的。是啊，这姑娘安心睡就是了。你就睡下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还回来便是。林珠，三夫人那忙得不可开交，你倒有空来做闲差。我这就去。哲贵，你们也过来。三夫人说想帮忙的都过来。哦，好。哦。哎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夫人们从早到晚没有事忙也需人伺候，难不成要一一与你禀报？婵露，你的月钱可是大姑娘发的。迎春姐姐，求你别难为我了，我的生气还在三夫人那里呢。浦东，三夫人说老夫人午饭想吃精米粥，叫你赶紧做。好，我现在做。这时候还早，不着急啊。姑娘，我听银珠说，三夫人嫌家里的丫鬟多，闹哄哄的心烦，还说几个小贱人整日扎在灶房里，不知偷吃些什么，说要再罚买几个。姑娘，真是稀奇，当家的娘子亲来送饭。我又有事情要求祖母，自然得殷勤些。我料到了，说。祖母，先尝尝这腌菜。清淡还爽口。这都是福东在后院摘的，自己琢磨着腌的。这手小的丫头原来是你房里的吧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别绕弯子了。祖母，我想要回丫鬟们的生气，不然福东就要被三夫人卖了。那怎么行？纸丫头，你把我们大家都叫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李哥的诗书还没背完呢。等三夫人来了，大家就知道了。纸丫头，自古船多不爱路，你倒好，算计到婶子兜里了。三夫人放心，今天谁也占不着谁便宜。哲儿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还是请你三婶保管为好。娘放心，从今以后就用不着了。你们的生气都在我这儿。自府里被抄以来，奴婢、姨娘咱们互相扶持，彼此都是见证。这些日子你们很为难，我也都知道。但如今既然是我掌家，我也就不会再装聋作哑。无论是老夫人、三夫人还是我，管得住你们的手脚，也管不住你们的心眼。倘若你们打从心底厌烦这里，不想干活，我留下你们也没有用。求大姑娘开恩，别卖我，我再也不敢怠惰了。大姑娘，别卖我们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干活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发卖你们？我今天拿这些契子，就是要给你们自由。真的呀？纸丫头，你说什么胡话呀？这天底下只有天生的男女，没有天生的奴婢。时乖命喘，沦落至此。
若能得到自由身，谁愿意为奴为婢呢？我说到做到。我费尽了心力去调教这些丫头，好不容易她们都不逃跑了，你上下嘴皮子一碰，这就什么都没了。那三夫人以后就不必劳心了。可是你放了奴婢，以后谁给我梳头，谁给我穿衣啊？花梨妹妹一双巧手，能画丹青，能绣花鸟，难道穿衣梳头这种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吗？放下，给大家分礼。大家快来拿呀！怎么不说？那拿这个是我的，是我的吗？你这丫头，你是谁疯了呀你？你们。慢着，你快这里，轻一点。我别再睡了，你拿着。这妻子扔进了火里，就化成了灰，从此海阔天空，大家来去自由。我也向大家保证，我绝不会报官。若是想走，赶紧走；若是想留，可以把自己当做雇工，我照样每人发钱。只不过大家都要想好，这关系到你们的前程，不要后悔。前途艰难，大家都在一条船上，只有我们齐心协力，才可以寻到活路。放下。我这一把年纪呀，今天看见了这个稀奇的事儿，志哥，好样的！姑娘，我想好了，以后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跟着你。我也不走了，还在厨房做事，行不行？好。立秋，你真是要走啊？小姐对立秋的恩情，立秋都记在心里。可是我，快起来！你这离了庄子可有地方去？我哥哥在永州有几分田地，我母亲也在那里。好，你去找迎春支上一份钱，路上小心些。姑娘，姑娘，走走吧，你哭给谁看呢？真是。去吧。给。迎春，你也想走，对吗？胡说什么呢你？你比我们都有主意，就算不做丫鬟，也定能有个好的前程。不做丫鬟又能做什么呢？嫁人呢？你长得俊，嫁个种田的、打鱼的，饿不着肚子；若是能嫁一个行商的，说不定日后还能穿金戴银呢。迎春，我先走了。你也快收拾收拾吧。保重。好前程，便是嫁个好人吗？迎春。姑娘，我一直想问，这段日子我们洗红果、煎红果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
本想之后跟你们说的，鲍夏他们还不知道呢。待福东把煎红果的方子定下来，咱们就拿去城里卖。啊，这红果城里人人都认得，是无人吃的烂件东西，怎么会有人愿意花钱买呢？你只管做的好吃，掏钱是他们的事。姑娘，然后呢？9层之台起于垒土，咱们从卖红果起，一步步把生意做大。姑娘说的法子，便是从今往后举家经商。这用贫求富啊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。咱们既要赎回祖父，只有这条路。行商就好比行军打仗，从前你们都只在内院做事，以后都要做带兵的头领，冲锋陷阵。咱们一起在皇都闯出一条路来。好，我陪姑娘一起。还有我。宝珠，宝珠，我的衣裳破了。夫人先放着，我洗完红果就去找针线。银珠，快来帮忙！哎，来了！来了，快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好吃，小夫人。小丫头，竟跟老娘使这招釜底抽薪！三夫人，夜里总听见老祖宗您咳嗽，苏嬷嬷耳背，我这几天就在这儿睡，好伺候您老人家。三夫人，夜里总听见老祖宗您咳嗽，苏嬷嬷耳背，我这几天就在这儿睡，好伺候您老人家。老夫人，您看见外头院里了吗？哎呦，纸丫头弄的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前几天啊，秦姨娘踩着个果子，差点摔了个屁股墩儿呢。秦姨娘那人啊，一向是慌慌张张的。我呢，不是要告纸丫头的状啊，只是这都忙活了几天，全家上下团团转的，可是只见钱出去，没见钱进来。再叫她指使下去，恐怕都要打水漂呢。我啊，知道他要打什么算盘。我以前也是经商的，最知道这个买卖不好做。虽然是新鲜吃食，可是在皇都里，上到皇亲国戚，下到平民百姓，也是见过吃过的，哪能被这个小玩意儿唬住呢？咱们呢，一没有招牌，二呢没有正店，三没有老客口碑，这怎么卖呢？你说是不是？老夫人，老夫人。老夫人已经睡下了。还改不改了？姑娘，这方子准能成。不过我们要怎么带到城里卖呢？这放上一会儿便粘住了。从前跟着祖父出行，路过九夷之南，见人断发纹身，围坐饮食，他们也没有筷子啊，就用这竹签穿起，在火上烤熟，很是方便。那咱们庄子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这竹子。这个办法好。这个好看，像大珊瑚串似的。福豆，你给它起个名字。
我来起。这是你做的吃食，自然是你起。四夫人说像珊瑚串，但我也没见过。我小时候总爱玩担子，就是这样红红圆圆的。不如就叫它蜜袋吧。好，那明天先做个30-50串，拿到城里去叫卖试试。啊，我们去卖啊？姑娘，这沿街叫卖挺丢人的，你还是口乐去。那银川、福东，你们去。姑娘，您吩咐我的事儿，再脏再累，我绝没一个不字。可这沿街叫卖，实在是……原来你们都觉得为难啊。花灯啊，扎我是能扎，但是如果要是卖的话，咱可赶不上人家冯记灯笼铺，还有那廖记灯笼铺。咱用不着跟他们比，我们不卖。啊，那行那行。钟叔，你请按照这些图纸做就行。这是花灯，但是这不是年不是节的，你做这个干嘛呀？姑娘，这东西真有人买吗？那还用说，我已经开始盘算这一串能卖几文钱了。福东做这一锅可不容易呢。三夫人。哎呀，大姑娘，论理呢，大伙儿一团高兴，我是不该来扫兴的。只是我还是得说句不该说的话。这猴渣子呀，滋味应该还不赖。可是咱们这里呀，成日间连个鬼都不来。纵然能做出花来，能卖给谁去？大姑娘是有铺子开门迎客呢，还是有门路寄卖呀？还是三夫人想的周到。那依三夫人看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能有什么法子呀？总不能像你之前卖桃符似的，当街支摊儿啊！哎，三夫人的想法竟然跟我心里想的是一样的。这死丫头，怎么自打掌家说话声气都变了？这铺子啊，门路我是都没有，所以这几日我每日都进城，用眼睛去看。去看过街人数、个人花销，那数出什么来了？明天是咱们开张的第1天，咱们要赶在放学时候堵在学堂门口。咱们花家带醉，不宜太过招摇，所以呢，咱们就以这个花朵为招子，2两作伴，谁愿意去啊？啊？大姑娘可真是会说笑。以咱们家的门第，莫说灵儿他们了，便是一个小丫鬟，哪一个是不要脸的？沿街叫卖，名声还要不要？以后还嫁不嫁人呢？这三夫人啊，又说到我心底去了。迎春报下。咱们把灯笼戴在头上，遮蔽面目，算不得十分招摇。卖红果的是礼花猫、巴尔狗，谁知道是咱家女眷？哎，你别撞我呀！我没一会儿。你说咱们这方法能行吗？走啊，快点儿！我也不知道呀。哎，来了！我快去，你去，你快去，我不去。哎呀，你，你让我呀，小猫！小丽雨。蜜袋儿，
吃的，你尝尝。给我吃一个。尝尝。哦，好好吃！哎，不白吃啊，一会儿是要给钱的。哎，待会儿管家来给钱，你们。福东和鲍夏出去3个时辰，共带回来117文，45入，进账的1/10归你们2个，算作工钱。谢谢姑娘。给。拿着，愿者有份，多劳多得，想必大家也都服气。要不是你扯着我袖子，原本我又没扯你，我又不知道。横竖日子都长着呢，钟叔做的花灯也还都多着。哦，对了，钟叔的手都被划破了，我该给他也送礼物去。走，去看看。看看。今天倒是热闹啊！哎，这嚷嚷什么呢？哦，我脑袋戴的什么呀？事关稀奇，好像是卖果子的。走看看去，你看那个。3走。清楚。蜜袋儿，酸甜甜的蜜袋儿的。哎，我钱！你站住！我的钱。哟，这谁的钱啊？我。那个，你钱不要了？这人看上去也没那么穷凶极恶。要，谢谢。我呢，他挡我道了，我不是帮你，你别误会。不是帮你，你别误会啊。这泡红果泡得我手都发白了，您瞧瞧。来，你也擦擦吧。好。大嫂，你干嘛去了？我也帮不了什么，就去帮钟叔裁了裁灯笼纸，涂了涂浆糊，灯笼不够用了。哎，外头满地的红果还不够啊，还要搬进屋子里。哎呦，大嫂、二嫂，你们凑什么热闹啊？哎呀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要不然李哥的纸笔钱打哪儿来啊？一个个的，都掉进钱眼里了。秦姨娘呢？死哪儿去了？她呀，一大早就钻进灶房里了，是吧，大嫂？姑娘啊，咱这辛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难道要摆一辈子摊儿啊？先忍一忍吧，要到下一步，至少还要摆上3个月。我们要让皇都百姓都记住咱们花季这句话。3个月啊！姑娘，你让我听着这事儿，别说他3个月了，我再干他3年。走。谁呀，那么讨厌？是姬修斯，我知道他是谁。走。啊！
这玩意儿太碍事儿了。不嫌丢人了，姑娘，我想好了，这挣钱有什么丢人的？打今天开始，我就不带这玩意儿了。走。感情您不知道啊，那花家那帮丫头那花样不是一般的多，我还特意跑到他们摊位那儿看。头，我主要是担心吧，花家这帮余孽借此生事儿，咱不能不谨慎的点儿。我都看了，他们那招贴上就没印花字，就印了一朵小花的图案。所以我就说吧，这花大姑娘啊，这个确实心机。你说为啥不写个花字呢？一来花家获罪啊，不便顶个明晃晃的花字儿；二来雇主都是些小孩儿，你说印个图案他们也好记。四婶，您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就这？啊？你说了这么半天，就没买2串来尝尝？您不会也想吃那红果吧？我妹妹想吃。他们老早就卖完了，你妹妹也喜欢吃啊？不是，你30圈跑完没有？没啊。那还不去？啊，四婶，那个案头还有好多工作，我去办事了。哎，这张桌子不好，明日换张小些的。是。来，妍希，坐过来。还记得以前，黄伯父您政务繁忙，那时候用膳只一张矮桌摆在旁边，您一面用膳，还要一面考我功课呢。那个时候你个头拔得特别快，长手长脚的，嘿，就窝在那么小一张桌子旁边陪着我。长青，还是把那张茶台搬回来吧。朕同燕西以后还要那般用饭。是。伯父年岁大了，吃不了太多的腥膻，你要多吃啊。鹿肉。我记得你最爱吃。我也记得。您教过我猎鹿，在围场里生好火，然后直接割肉饮血。唉，如今伯父都上不得马了。来，妍希，自从你接管七秀司以来，做得很好，只是人头落得少了些。伯父也知道，你是为人宽厚、做事有分寸的孩子。不过，当杀则杀，这样会免去你日后许多的麻烦。侄儿知道了。这人老了就是爱说教。说了，吃吧。啊。哎，你母亲的事查得如何了？还没有眉目。吃吧。